邓林华，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兽医，守护大熊猫23年。其实我非常好奇，就是当我们两国达成合作意向之后啊，熊猫们在出国之前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是不是非常的复杂？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会经历很多的关卡，比如说在我们兽医这里来说的话，它主要是要经历一个30天的一个隔离检疫，在这期间我们会对它进行一系列的一个检查，比如说包括它的采食情况、它的体温，还有它的疫病方面的，还有寄生虫等等等等，期间还会给它做一个全身的麻醉，比如说包括一些X 光啊、B 超这些的检查。看来出国前的准备工作是挺多的哈，很多朋友比较关心，就是他们的这个隔离期间，他们会住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隔离的环境？隔离的圈舍跟他平常居住的圈舍也差不多的，都包括有室外运动场，还有室内活动场这些都有，只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单独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跟外界要隔开，因为怕有外面的传染病啊这些对他有一些不良的影响嘛，就相对独立安静的一个环境。对，我们也会有专门的饲养员一直在那里陪他。那饲养员也是陪他一起同期隔离。对，也不与外界接触了。对，他所有的这个整个过程是在一个海关的全程监管下进行的，是非常严格的一个隔离过程。我们会有多少个工作人员陪同他一起去到马来西亚呢？目前的惯例的话就是2个人，比如说一个兽医一个饲养员这样的配置。那你这次是陪着一起去了？对，我这次作为中方的兽医一起全程参与了这个过程，有条不紊的进行嘛，因为我们前期也做了一些预案，但是熊猫来说它的个体是有差异的，比如说这2个熊猫晨星它可能就稍微在运输过程中就表现的比较放松一点，但是小月的话可能它就稍显得有点紧张。他们2个是第一次坐飞机吗？对，毕竟这个运输笼跟我们平常居住的兽舍比起来的话就显得比较小一点嘛，也是因为全程陪护嘛，就是饲养员和兽医都是一直待在他身边，比如他跟饲养员是很熟悉的，可能跟我还没有跟饲养员那么熟悉，所以饲养员通过一些声音啊或者一些食物这些来给他做一些安抚。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去看一下我们的晨星和小月在出发前究竟经历了哪些呢？天还没亮，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小月，这是住在隔离检疫区的熊猫小月。小月，来，虽然还稍显懵懂，但仍然乖巧的在引导下一步步进了转运笼。对于有些腼腆的小月来说，这么大的场面，这么多人的出现，可能难以理解，但工作人员既激动又不舍，因为今天是晨星和小月出发的大日子。哎，等等，出国前是不是该检查护照，或者再吃顿好的？大熊猫出国呀，可没那么简单，还得带上检疫证书，所以他们要过的第一关是相当硬核的全麻体检。兽医团队首先给他们实施肌肉注射麻醉，这一步需要精准控制药量，既要保证麻醉深度，又要控制风险。对于一个200多斤的大家伙来说，要给他麻醉，然后做这么多的检查，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比较紧张的吧？确实紧张，因为熊猫嘛，我们的国宝，我们这个过程是不能出任何一点问题的。主要是做一个全身的检查，包括我们的采血这个血检，还有就是它体表的一个检查，外观的检查，还有一些影像学方面的这些指标，还有一些它的比如说牙齿的发育状况啊，还有磨损情况，这些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我们麻醉分2步嘛，一个是诱导，后面我们还有一个维持麻醉，只要是诱导做好的话，就后面维持的话就比较好弄了。1个多小时后，所有检查项目全部完成。晨星和小月身体健康，状态良好。这么细致的检查，意义远不止一张检疫合格证。他们为2只即将远行的大熊猫留下了出国前最完整、清晰的身体数据。这些珍贵的数据将成为未来旅居生活里的健康基线。这不仅是科学的严谨，也是兽医团队能给出的最长情的守护。
哇，这个欢送队伍好壮大呀！上午7时，2辆印着“欢送大熊猫晨星小月赴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字样的运输车缓缓驶出都江堰基地。2025年11月18号下午，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晨星和小月的运输笼被平稳地送上专机。这是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双向奔赴，他们带去的不只是2只熊猫，而是14亿人的善意和一个关于友谊的10年之约。看完这个短片，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把国宝安安全全的送出去，安安全全的接回来，有来有回，善始善终。其实刚才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在送我们的国宝之前做了各式各样的很详细的、很细致的准备。所以说到马来西亚的话，我特别想知道他们去到一个新的环境，他们有些什么样的感受，有些什么样的变化，适应能力怎么样？第一个，我们主要是让他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和食物；第二个就是还配合马来西亚那边的入境的要求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还有就是人员，因为他饲养员也有变化嘛，他要适应马来西亚的饲养员，还有他们的一些语言的风格，这些都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对于小月来说，因为他胆小，他就是老是安静不下来，可能就是在日常最开始采食的时候，可能就稍微有一点采食量不够，所以说我们就很担心他有什么问题，所以说就不断的想办法来安抚他。食物上会有什么差异吗？食物上最大的差异可能就是竹子，因为他们用的竹子的品种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什么竹？他们主要是他们喜欢吃的那个叫马来田龙竹，其实那个竹子看起来挺粗壮的，但是其实把皮给它包了之后，里面质感还是比较软。那其他呢，比如窝头啊、成分啊，这些含量都一样吗？像窝头的话，它就是完全按照我们的制作工艺和配方来做的。这个它完全就完全能还原，能还原它的口味。家乡的窝头，对，不变的味道。对，所以晨星和小月在马来西亚的新家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从四川老家到热带新家，跨越千里的10年之约，很快就有了回响。2026年初，晨星和小月正式在新家亮相了。经过1个多月的适应期，晨星和小月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合格的干饭熊，吃得好，睡得香，还爱上了当地一种特别的竹子。除了美味的口粮，他们还住进了焕然一新的圈舍。新一轮大熊猫合作啊，我们也对大熊猫的这个场馆进行了升级改造。以前的场馆也挺不错的，但我们两方专家也是致力提供更好的这种生活和这个它的玩耍的一些环境。在10月份左右，他们都把所有的我们专家的意见都吸纳，然后完成了场馆的升级改造。比如它的这个活动场吧，以前假山多一些，那么这个熊猫相对来说它不是很适宜大熊猫这种更放松或者说更安全的去这个开展它就在运动场内的活动吧，把那些曾经的有些假山石啊，把它取了以后让它平整一些。马来西亚的老百姓们翘首以盼，就为看一眼这2位来自中国的新朋友。活泼好动，精神头十足，这是新家给他们的评价。而他们回应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吃得圆滚滚的，玩得乐呵呵的。晨星和小月的日子过着滋润，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也在热带的阳光里扎下了根。吴凯，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4年。这是平常日常的时候，我们会在圈舍里面简单的做一些外部特征的观察。
Oh yes. I let the baby wake up, and the baby can drink some milk. Oh yeah. Enough. 从出生到满月，吴奶爸一直陪伴左右。这一天是小里奥40天体检的大日子。吴奶爸为他细致地刷新着身体的各项数据，体重正常，感光正常，身长小小身体，叫声洪亮，看来啊，小里奥也是不好惹的熊孩子呀。40.6 47.3 47,3 43 oh 6.1 oh 16.8 16,8 49.1 49,1 15.8 18.4 18,4 18.4 18,4 头腔里没有。我们一般会在1个月以前的话是每5天会做一次健康检查，1个月以后的话每10天会做一次。因为他肉长开始变色，这是全是被毛，然后长得还比较好，700多块。udah berasa matahari. 第一只在印尼出生的宝宝，在爱中茁壮成长，让2个国家的人民都开心不已。这就是印尼和中国双向的奔赴，用难能可贵的心声回应8年的守护。我们看了这个画面，我们觉得特别的温馨。吴奶爸，你这次去印尼待了多长时间？我这次在野生动物园待了3个多月。你之前接触过猢狲吗？我之前接触过。哦。因为我是12年参加工作的，当时我是在13年的时候在都江堰基地，然后饲喂过猢狲。彩陶也饲喂过。哦，所以你跟他们是认识的，老熟人呢。算吧，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可能只有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了。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在之前的新生宝宝见面会上，里奥也是来亮相了。他是11月份出生的，对吧？是。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点呢？对，这个月份好像出生其实算比较晚的了啊。如果是在我们本土的话，可能相对要晚一点，但是如果像印尼，它因为是属于热带国家，所以它的气候与我们四川也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它的发情时间和生产时间也会有所不一样。就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哈。那吴奶爸，你这次千里迢迢过去，你感觉在育幼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一届小朋友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因为它是单胎，然后我们的工作重心的话，也就是主要是产后护理和幼崽的辅助育幼的工作，所以在难点的话，主要就是我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然后取得猢狲的信任，因为我们的这些工作的前提基础的话，必须是得到猢狲的认可，得到他的信任，然后我们才好近距离的去接触它。那你回来之后有继续关注里奥的情况吗？我们在回来之后的话，也是继续保持着线上的沟通。其实在海外的话，不管是在发情还是繁育，或者是在育幼阶段的话，我们
两国的专项组都会保持着线上的沟通的。他们在见到这个幼崽出生之后，他们其实从动物园园长，然后到饲养员，然后他们也是十分的重视，然后也是时刻的为这母子的身体健康情况然后担心。我到动物园去参与这次任务了之后，然后他们的这个担心然后才有所消除。所以你是他们的定海神针。吴老师，当时你去印尼是一个人去的吗？不是一个人去的。一个人去的。所以你不仅是要陪伴大熊猫，还要跟当地的人进行交流。我们会采用英语，然后进行简单的交流。那对于出国大熊猫来说，他们是不是也要适应不同的这个语言？对。那他们去喊胡春是用中文喊，还是给他们换一个比如说英文的称谓之类的？他们用中文喊，就是类似于我们的拼音一样，就叫胡春，或者是胡春。胡春，他能听懂吗？能听懂。指令的话用的是印尼语。你看大熊猫还是挺厉害的，它听得懂中文，要听得懂英文，还要听清楚当地话。与大熊猫交流的话，我们不光需要语言，其实还有更多的就是肢体和眼神，就是这样的话比较容易与大熊猫建立很好的这个感情基础。那在马来西亚也是这样吗？对，马来西亚他们喊熊猫的名字还是沿用我们的就是中文的名字这样一个拼音这样来喊，但是可能有些发音的问题嘛，感觉可能就我们听起来就有一点感觉有点拗口那种。但是他们发音其实也困难的。也很困难。对啊。比如说陈星，他们很多人发音是陈星这样子。他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靠这个嗅觉，然后再加上这个听力一起来识别。他饲养员每天跟他待在一起嘛，我们去了就把熊猫给他们，就是平常的就是日常的饲养，也尽量让他们来跟发出声音，来让那熊猫来熟悉他们的声音，比如说在做一些培训，这种是。那照你这样说的话，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的人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会比较多的介入，慢慢随着这个时间，可能我们就会介入的越来越少，最后到交手。对，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对。我觉得你看，我们今天请到2位老师啊，邓老师是把我们的陈星还有小月安全的送到了马来西亚，而吴奶爸呢是在我们的印尼稳稳的接住了里奥。其实一个是出发的守护，一个是新生的回应。所以熊猫走到哪里，我们的友谊就在哪里生根发芽，然后两国又一起就像是接力赛一样，抚育他们长大，培养他们。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双向奔赴最好的体现，最好的一个意义所在哈。那我们的2位老师呢，我觉得作为这个大熊猫的守护者和陪伴者，一定是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想跟我们分享，是吧？2位准备的彩蛋是，邓老师，我给大家看一段我们就是送这个陈星小月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在飞机上的一个视频吧。哇，这绝对是独家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陈星，他当时因为我们去要不停的去给他行驶的过程当中，对，给他喂食啊这些。看得出来，他就是吃东西这个姿势，他还是很放松的，就是没有感觉是在旅途啊很疲惫或者是很紧张这样的环境。我给大家分享一张我们在90日里，也是我最后一次为里奥做健康检查的照片。好，我们来看一看，就当时在印尼的时候是不是？是的。这是90日里的最后一次的口腔的检查。哎呀，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大熊猫幼崽在90日里左右就会冒出它们的乳牙。我在想你是怎么让它张嘴的呢？就是就是利用它想打哈欠的这个时间，然后去做一个检查。那得等多久才能够打呼哈呀？一般我们给它挠痒痒，或者是在它的嘴边，然后轻轻的抚摸它的时候，它就会打哈欠了然后你就会赶快然后进行口腔的检查。这个时候是已经长出来了乳牙。对，总共在90日里的话，它长出了6颗牙齿。
好棒啊！所以我们在做最后一次体检工作之后，会评估他们的健康情况，然后我们会放心的离开。放心离开，我觉得没准有一天还会再相遇呢。